我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康战情室，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杨卫慈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王玉敏委员、张思刚议员、唐湘龙先生。好，总统辩论，上次拜登一辩就变垮了哈，那现在川普，我们来辩3场啊。以前美国传统总统都辩3场了啊，那拜登那时候说2场，对不对？而且呢，提早6月就辩啊，这个提早呢看起来是取巧，就把自己搞垮了，因为一般都是9月、10月才辩的，因为他在8月才提名嘛，民主党8月才提名，没有提名谁跟你辩呢？你要提名才辩呢，只是因为你是现任总统，川普说好吧，提早辩吧，一辩垮了。如果他是像传统9月、10月辩，你换谁啊？11月选举你9月你换谁啊？所以呢，他因为6月就辩论了，所以大家有时间把它换掉哈。那川普现在说9月来辩3场，而且还给了日期，9月4号、9月10号、9月25号。那看起来贺锦丽只接受1场，9月10号，只接受这一场。这场原来就拜登预备接受那场是9月10号。那在 ABC News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那川普希望呢在 Fox 在福斯，因为福斯是喜欢川普的保守电台啊，支持川普。这样我支持我的福斯，我第1场都在支持你们的 CNN 了，第2场不能再支持我的福斯吗？我简直说那是拜登，不是我。所以呢，他说要在 ABC 啊，反正辩论的时候，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到时候那个台子高啊低啊，要不要垫脚凳啊，能不能带东西啊，有没有什么，那都这个事先的幕僚都要这个非常清楚，一条一条的来讨论哈。好，那么果然你看跟我原来讲的一样，贺锦丽51%民调微幅领先川普啊，特别是非白人跟女性的选民啊。那这边呢，这个我们看哈，那这个调查呢是调查美国国内整个国家的啦，国家的啊。那贺锦丽所以能够赢微小的差距，主要是获得了受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以及非白人，懂了吗？因为黑人在美国只有11%，很少的。白人还有72%的选民我早就讲说，白人女性现在就是投黑人女性，这个真奇怪。白人女性觉得对黑人 guilty 有罪恶但是又不愿意投黑人男性，觉得黑人男性哇孔武有力、很高大、很害怕，投黑人女性。各级议会都是白人女性投黑人女性，投的非常多，所以黑人女性最近在美国大量的当选。那果然，我上次就讲嘛，我说白人女性会支持这个贺锦丽的，果然在这边看得出来白人一般的男性是支持川普的，一般的普通，尤其蓝领阶级所以美国选举这个非常清楚泾渭分明。那贺锦丽这是另外一个民调呢，贺锦丽领先川普5个百分点，42-37这是在这个全国的登记的选民里面。那如果说没有登记的选民20%。不是登记的选民20%又不喜欢川普，又不喜欢贺锦丽，你非要挑一个，你要挑谁 ？You had to 你必须要选一个人的话呢，川普49%赢贺锦丽35%，就是说本来说我这2个我都不喜欢的但是呢，这个综合的选票呢，贺锦丽比川普多2%，49-47%。那摇摆州怎样？摇摆州贺锦丽42%比川普的40%，但是他并没有把一个州一个州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民调，他只是摇摆州这7个州里面，贺锦丽42%，川普40%，那这里面一定有互有领先啦，一定是互有领先的那好吧，因为呢，这个 Taylor 是不是支持很红啊？是不是支持贺锦丽？说他演唱会照片的背影引爆猜测这是谁？猜测他本来在奥地利有3场演唱会都取消了，因为恐怖分子说威胁就取消，他们有一点点的这个风险就不办了。我去年有讲过，我们本来希望叫他请他来台湾的，他也都已经价码都开出来了，或者说有地缘风险，所以他就不来了我们看一下。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副手华兹在摇摆州的造势规模让支持者振奋，但却让最在乎人数多少的他不开心。Oh, give me a break. Listen, I had 107,000 people in New Jersey. You didn't report it. I have 10 times, 20 times, 30 times the crowd size. And no, they never say the crowd was big. 这是川普在贺华配成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传递的讯息和民主党的正面快乐形成强烈对比。You could end up in a depression of the 1929 variety, which would be a devastating thing, took many years, took decades to recover from it. And we're very close to that, and we're very close to a world war. 川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在9月4号、10号和25号跟贺锦丽进行辩论。在海湖庄园的65分钟记者会里，川普抨击贺锦丽和华兹 Kamala, who, by the way, is worse than Biden, and she's actually not as smart. She's barely competent, and she can't do an interview.But I look forward to the debates. Anybody that votes for them, if you're Jewish or if you love Israel, you have to have your head examined. 民主党主帅从拜登换成贺锦丽，但川普策略不变，从边境、俄乌战争、环保到经济议题，攻击重点全套沿用，也强调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很好。We'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mutually beneficial.But we cannot have it where China i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根据库克政治报告，3个星期前，川普全国民调领先拜登2.5个百分点，现在落后贺锦丽不到1个百分点。而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也从原本偏共和党变成5-5波。The honeymoon period is going to. It's about policy. It's not about her. 美国主要媒体同步事实查核，川普记者会多项论点被标注错误、夸大，需要更多证据。不变的川普恐怕只会提醒选民，为什么他们在2020年没有把票投给他。那向总怎么看？两个人他辩论，除非像是上一次一样，拜登状况非常非常糟，所以他就会使得辩论所暴露出来的弱点不断的被渲染。否则，如果光是辩论本身，要让一般的支持者在一般我们所经历过的辩论当中说谁变得比较好，然后我会改变立场，那个非常少，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辩论基本上面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除了满足这种所谓的民主惯性的要求，那让大家相信就是说呢，其实我是很尊重大家的，我是一个民主的信仰者。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强化自己的支持者对自己的支持，要改变的机会呢是很小的。可是这场的选举，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看到的所有的民调大概都有个趋势，我估计最少到下礼拜，就是在民主党开党代表大会之前，这个属于民主党的上升趋势，贺锦的上升趋势大概是不会变的，它就一直在上升中。那这个上升，因为跟政前换将之前呢，已经有明显的差异，很多的民调呢都已经脱离了正负误差，所以它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比较大的特征就是说，从选举观察上面，我觉得你看到民主党跟共和党的现在的造势的场子，譬如他们前2天呢在同一个地方造势，你会发现那2个场子的气氛上面差很多。就是民主党的场子现在比较快乐，你只要在那个场当中，你会发现贺锦丽即使出来只是傻笑，底下就一群人跟他笑。就是选举这种事情很现实，就是你如果场子比较快乐的，你的胜算会高很多。因此当现在的川普的场子，因为川普急着要回来，所以他固然他讲的是事实，美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危机社会，不管谁输谁赢，那个危机警报都很难解除。那川普呢本身在面对到现在的美国的民主内战，两个党基本上都很极端化，这也是事实。第三个，拜登讲的也不见得错，就是2020年的时候，2020年虽然拜登胜选，川普呢虽然迫不得已还是把政权交了，可是他会带着群众在街头上面。美国终究有一个特性是任何国家没有的，枪口比人口多，家里面呢都有枪。那些枪有很多有很大的杀伤力，平常没有事，一年美国死在枪下的人口都是4万多，一年。如果真的有重大事件的时候，当许多
被煽动起来的人对于选举结果、对未来的政治绝望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会做更极端的事情？很难讲。那我认为拜登讲的是这件事情，不过以现在的趋势来看的时候，真的很难说。民主党尤其在摇摆州。虽然到今天为止，摇摆州的几个关键的民调，我认为共和党还是居相对的优势，因为里面关键的宾州呢会是关键。虽然过去宾州大部分是民主党的，到目前为止宾州的态度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宾州就20张票了，所以这一次就看了关键的宾州，其他的几个州呢，我认为未来都有改变的机会，所以这场选举很难判断。那在面对这场选举的时候，都必须要准备11月5号选完了之后，如果真的是共和党落选，我认为美国社会会有一段很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个贺锦丽啊，他改变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氛围哈，就是原本呢就是一个好莱坞大烂片的续集，一个老坏蛋，然后对上一个老还灯，好，那很多选民其实都已经觉得非常的厌烦了啊，甚至于已经失去了兴趣，连登记的那个动力呢，恐怕都已经没有了哈。但是呢，现在主角换了啊，贺锦丽呢就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气氛哈，所以呢，现在呢是一个芯片的两个的对决的开打啊。然后呢，贺锦丽呢，他说实在，你仔细看他，由他上阵来参选以来，他有说过什么了不起的话，或者是说什么重要的政策，其实也没有啊。他就是说，他代表的是未来，好，我们不要再陷入什么过去的那样子什么仇恨那些，他也没讲什么。可是就因为他的人的带来的这种新鲜感，然后吹起了那种起风了哈，让这个民主党呢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他在这场的辩论会的时候呢，我同意湘龙刚才所说的啊，他只要呢不出大错，哦，他不要会让大家把这个哇吹得很大的，现在预告片呢打得热热闹闹的，所有的那些的期待呢，在正片上映的时候呢都落空了。他只要不要那样子的话呢，民主党呢是可以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呢到大选，但是他的未来的关卡还是非常的多啦，因为呢，除非是他能够拉开一个绝对的差距，否则的话呢，他就非常的有可能会面对。如果川普呢是些微的落败的情形之下的话，美国内战呢爆发的这个可能性啊，那拜登的现在这个角色呢就特别的颇堪万味了啊，他那个不参选了这个之后呢，他在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换球上面，还有最近如果说呢是一切呢能够实现的话，就是以色列他声明说他已经发出来这个声明啊，他15号要重回这个谈判桌，跟这个哈马斯呢来谈这个谈停火协议，然后伊朗呢也不报复了哈，要换取这个停火协议，我觉得他后面呢伊朗还要换更大的哈，可能包括这个美国呢去解除他的一些制裁啊，甚至于这个伊核协议等等的这个部分，美国重新参与伊核协议。如果说这个是真的成的话，那就是拜登跟这个布林肯呢非常重大的一个成就，对于民主党的这个选情，贺锦丽选情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就辩论的时候不要闹笑话就好了，特别在外交方面。哦，到时候不要把哈马斯当成巴哈马哈，然后把这个摩洛哥说成摩纳哥，类似这样。美国以前有些副总统辩论一塌糊涂，就是把那个国外完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那川普说进口车都要课100%的关税，保护美国的汽车行业，而且呢，没有当选，美国会被学习。哦，被谁学习呢？被他吗？还是被外国啊？那拜登说，川普如果败选，政权和平转移很困难。那另外呢，他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呢 ，Watts 啊，被人家讲说他当时是逃兵，他自己也回应了，为什么？因为他当了24年的这个军人呢，到最后指挥士官长了那要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不去了，他说他退伍了所以大家觉得说你逃兵嘛，从另外角度看，他蛮有先见之明，知道当时小布希是骗人的，伊拉克既没收出什么生化武器，也没收出核子武器真的打伊拉克当时乱打一通的，现在被人家讲说你美国很坏，还到联合国去拿假证据出来等等等等从这边就看出来美国是好战，是一个非常好战的国家。休息了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吧，林非凡，因为他被任命国安会副秘书长啊，那老公也指明要点名他是这个10大台独分子啊，网络就说他招妓啊，又说他的薪资已经不是09万了，025万啊，说超越部长。我刚查了一下，大概他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多少钱呢？18万多了，市长级的待遇，部长大概20万是吧？20万左右啊，所以呢，这个他说我绝不姑息，已经报案了，提告啊。那这个所以侧翼就说很奇怪，侧翼在讲是他招妓被逮了，薪资比部长高啦等等啊，然后呢就在这个被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以后呢，好像侧翼开始动啊。那另外呢，大陆这个列了10个台独的顽固分子啊，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萧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林非凡，这个陈椒华、王定宇啊，那列了10个，原来一些名嘴都不见了，现在有5个，刘宝杰这些名嘴都不见了，刘宝杰真的不是什么台独分子啊。那后来呢，这个现在呢，就说要举报清单再列他们的恶行啊，然后呢，这个严重的新台独顽劣分子现在都还没有，然后还给你一个举报邮箱，你可以去检举啊。那会不会到时候乱检举一通？我看有可能，一定的啊，一定会乱检举一通啊。那陆委会说你还增加一个惩毒专栏，然后会越走越远啊。那朱凤莲说错了，我们是精准打击不涉及广大台商广大台胞，因为赖清德你不是说通通是这个台独吗？按照定义成通通台独吗？错，就这10个，我们目前只打这10个，够少了吧？精准打击广大台胞不用怕，没惊跟你们无关那陆委会担心说周子瑜事件会不会重演？他是讲说黄安曾经检举过周子瑜，也检举过卢广仲，大家都记得对不对？一定会有人去乱检举的，我觉得这一定有的那国台办说，我们只针对少数人所以台湾同胞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看一下，林非凡520就任国安会副秘书长，但被中共当局列入顽固台独分子的他，说自己被卷入假讯息攻击。在父亲节深夜，林非凡在 Threads 上发文说，有2个脸书社团，一则贴文指他买春遭到警方逮捕，另一则是指他担任国安会副秘，薪资高达25万，比部长还要高。针对假讯息贴文，已向警方报案。中国有很多的内容农场，甚至有很多的网军制造假新闻。你是不是台独啊？基本上是中共定义的。把矛头指向中共，就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大陆国台办官网设立顽固台独分子举报信箱后，陆委会也担心举报信箱会让周子瑜事件重演。比如说黄安，他过去曾经检举过周子瑜，也检举过卢广仲，那种鼓励这种检举的风潮一旦形成的时候，那这个会造成很多人会莫名其妙被卷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回应，此举是依法惩治极少数台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惩戒台独专栏不涉及广大的台湾同胞。台独顽固分子主动放弃台独分裂立场，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依法不追究。现在台独标签随手就能贴，就怕两岸造成政治混乱局面。来位置。我想从这个中国它开始就是颁布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以及这个惩治台独22条的意见之后，现在又在国台办的官方网站上面设置这样子的这个专区然后甚至还有设置这个举报的信箱。那我觉得无不在凸显是中国透过将这个两岸问题内政化的手段。好，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中国对于台湾没有任何的治权嘛。那你就算你被
这个放在这个顽固的台独在名单当中，那其实对于很多台湾人，甚至觉得哇，那个是一个荣誉的勋章。但我们看到几个问题，是一个除了中国对于两岸事务积极的用内政化的方式去处理，我认为这个在国际上面，这个是他们会继续强化这样的印象。好，那现在也是时间刚好在奥运的期间，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台湾的民众。那我们去参加奥运，用的是中华台北的名字，也用我们的中华奥会的旗帜。但如果说我们放一个台湾的地图，那这个属不属于台独分子？那我认为这一来一往之间，难怪就我们会感受上面，台湾越来越多人感受上面会觉得，你这样子不断透过在国际上面。将两岸问题内政化，而且用这些手段，确实是让台湾的更多的民心是越来越远。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这样的举报信箱，我认为当然陆委会的这个担忧，好，这个非常的合理之外，我认为还有可能是会造成分裂台湾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国台办只要他在上面放了任何一个台独的这个新的人名在上面。他可以说，这就是透过检举信箱来的，这个就是你台湾内部自己来检举的。那我认为这个点点滴滴，其实都是在伤害两岸关系。那对于中国，他一直希望透过这个两岸可以对话，这个其实都是反其道而行哦。那不过再来看到林飞帆，我觉得除了林飞帆他在这个惩戒顽固的台独分子名单上面，好，那。其实当然也都林飞帆大概就是也习以为常，我就是支持台分子，对，那但是可是关于假讯息，甚至对于人格这个做到抹灭，我认为我也支持林飞帆用比较强硬的态度来回应，甚至要提起告诉。那郭成，我觉得这样啦，林飞帆的问题当然争议也蛮大了哈。那第一个从09万到现在将近20万，这难怪。但是我比较对他有质疑的，就是说从来没有摸过国安这一块，马上升起来副秘书长，是相当于部长级耶，是相当于部长级。所以这个当然了哈，或许他能力刚好符合现在执政之需要。那至于我认为林飞帆不实在的东西。我也支持他提告，好提告。但是我要呼吁啊，林飞帆先生，你要了解，当民进党以及你们在侧翼在攻击人家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我希望支持你提告，但是回来以后，希望你们也要防止这些东西，不要去做，不要去做这些。我觉得林飞帆台独的立场其实非常清楚了哈。继这个赖清德是台独金孙之后，我觉得他是下一个金孙啊，很明显。所以你看到他在民进党里面所受到的待遇跟提拔，这个其实是搭直升机啊。就是一般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民进党的党员也都很羡慕他这样的一个际遇哦。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岸为什么变成是这样渐行渐远？这个陆委会讲的没错，两岸是渐行渐远。但我要问的是，渐行渐远的这一个当中，陆委会你没有责任吗？你没有角色吗？基本上我们设置陆委会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之间的一些交流，结果我们现在的陆委会，无论是主委或者是副主委，都当成评论员啦，就只会评论。但请问你握有政府的资源，你领这样的一个薪水，请问你又为两岸的交流积极的促进两岸关系又做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的确是越走越远啊，那甚至是激化，那甚至大陆他做的这一些的方法，他现在去列这个名单，甚至去设这样子一个检举信箱，我觉得都无助于两岸关系，的确也是没有必要。但是我就问陆委会，那请问要如何促进两岸关系呢？你除了骂对岸之外，那我们这一方面可以展现什么样的善意？就像之前两岸爆发这一些渔船的争议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陆委会，你该有的角色、该展现出来的善意，你都有拿出来吗？所以我觉得两方的关系是互动出来的。当两岸变成这样渐行渐远的时候，对岸有责任，难道陆委会你没有责任吗？休息了再回来。